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陈婉慧委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牛许婷委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到底俄乌现在打成怎样？俄罗斯宣布他夺下很重要的一个乌东的后勤要点，叫做红军村。而且呢，普丁还换上了迷彩服战斗了。听战报到底打得怎样？因为现在到底要不要和谈？和谈之前攻城略地要到什么地步啊？那乌克兰否认说我们红军村没有沦陷，这奇怪，一个地方一国说沦陷，一国说没沦陷。那说俄乌仗打到现在快4年，明年2月就4年了全球军火商赚了21兆新台币。你想没有战争，军火商赚什么呢？光靠演习光靠平常能赚什么钱？当然打仗是消耗的多嘛。你看美国是要卖给我们的武器，什么都没有来，为什么？都到乌克兰去了那另外呢，美国特使在跟这个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库什纳最近呢又到俄罗斯莫斯科跟俄国总统普丁会谈。川普说，普丁在会谈中给人想要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印象。普丁讲，我们也愿意我们也愿意条件只要这个我同意的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个普丁说接受美国部分的终战提案，所以呢，川普说会谈还不错但是会不会结果很难讲接受的是简单的，不接受才问题才大。领土怎么办？北约可不可以加入？这个乌克兰可不可以加入北约？是暂时不加入，还永久不加入？要不要写在宪法里面？然后呢，欧盟跟美国能不能派军队到这个乌克兰去维和？来保护乌克兰？乌克兰裁军要裁多少？这在都是问题了。每一个普丁可能都有意见那普丁说，欧盟你现在就反对，欧洲反对你们如果挑起战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战就来战吧，看谁怕。我反正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你们呢？西欧很怕的，俄罗斯以前苏联只要一个风吹草动，西欧都吓得要死，日子过好了，怎么愿意打仗呢？普丁警告欧洲，如果想要战争，俄罗斯会迅速打败你这点我也不是那么相信因为乌克兰又打了4年那打成这样子那德国说，德国2029年，现在2025嘛，有一个对俄作战计划，说有这个1200页要动员80万士兵、20万辆坦克那到底怎样所以呢，德国既然已经准备了，所以俄罗斯说我也准备了，要打就来打吧，谁怕谁那乌克兰有这个无人艇重创俄国油轮，说2艘俄国油轮被打得很惨普丁就很生气，说你们还敢打我们油轮，我要切断你们跟海洋的连接，让你变成一个内陆国家，所以这个把你彻底这个切断，这样呢海盗行为就不可能发生了，让你根本没有这个部队，也没有什么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能够来这个突袭我们。我们看一下。对于俄罗斯夺下波克罗夫斯克的说法，乌克兰人其实也半信半疑。Чесно кажучи, не вірю, тому що немає підтвердженої інформації з боку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у. Навпаки, йде суперечлива інформація. 有些就认为这是认知作战，想影响美俄谈判。这回川普特地派出女婿亲自出马，没想到谈了5小时，还是没有太大进展。普京会后更指着欧洲痛骂，扬言如果欧洲想开战，那俄罗斯也没在怕。We're not planning to go to war with Europe. I have already spoken about this 100 times. But if Europe suddenly wants to go to war with us and starts, we're ready right now. 目前为止，不只有俄乌战争难以摆平，以哈之间也还是有零星的攻击发生。全球地缘局势动荡，最大受惠者恐怕只剩军火商。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指出，受俄乌战和以哈战争刺激需求影响，全球前100大军火商2024年营收达到创纪录的6790亿美元，折合台币超过21.3兆元。其中，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依旧独占鳌头，紧追在后的则是雷神技术 RTX 和诺斯洛普格鲁曼。来，江龙怎么看？俄罗斯的军费支出在战争期间是6%。台湾现在准备提高到5%，我们看到日本呢现在是2%，中国大陆1.7%，乌克兰是5%无限大，但是仍然输。我们在讨论军费，我们当然都知道军火商
军火商当然就是靠战争发财。美国的战争停不下来，这个原因就是背后军火商的逻辑。就算呢，他给你某一些的援助，譬如说，美国给了菲律宾5亿的援助，菲律宾高兴嘛，有啥好高兴？那5亿是叫你回过头去买军火的。换句话说呢，基本上面呢，出口转内销，美国的政府呢，变相在帮他的军火商呢，在促销装备的时候呢，都会用了国家资源。因此，在我们编1.25兆的预算，或者我们原来已经这么高的，已经接近3%的国防预算，我们要这样子花吗？打了之后呢，又怎么样呢？刚刚的主持人提到红军村，红军村很简单，红军村是从2014年之后，美国跟北约为乌克兰呢准备的一个关键性的枢纽。乌克兰不能够承认原因只有一个，如果承认红军村输了战争就打完了，他的士气铁定更崩溃，现在就已经崩溃了。但是红军村到底丢了没有？普丁已经讲，普丁在开呢，在开呢这些记者会的时候，普丁说，各位如果跟记者讲，各位如果想要去红军村看一看，跟我说，跟我去。那普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用听外面讲，你们想看红军村跟我走就好。红军村现在都在我的掌握之下。那即使今天的北约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巩固一个战略枢纽的红军村，红军村只要丢了，后面呢一直到基辅没有重要的据点，没有重要的防线。现在乌克兰呢，在整个红军村的以西的地方，现在是在一个溃败的状态。北约呢有没有可能呢会想，或者说呢这些欧洲的主要的国家呢有没有可能想要打？看个别的政治人物了。刚刚提到德国呢现在的总理呢叫梅尔茨，梅尔茨从他上任到现在为止，和平2个字 peace 从来没有从他嘴里出来过。因此呢，不断的呢会用叫战的方式，但是呢，国内的自机呢又非常非常差，会导致战争冲突，会把人命赔上的原因很多。台湾其实只要关注，就是说我们这种呢，已经没有两岸之间已经10年，今年第10年，两岸之间10年没有任何的政治交流。所有的冲突、所有的误会没有办法呢面对面，透过呢起码是部会以上的层级，陆委会形同虚设，海基会也没有任何的功能。所有两岸之间呢可能会发生冲突或者误解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沟通管道，但是不断的砸军费进去。所以我一直呼吁，就是说在野党在面对那1.25兆的时候，起码该有一个态度。如果两岸之间没有办法恢复任何的政治对话，那1.25兆就把它晾在那里呢，就冻结。那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但是如果不走到这一步的话，两岸之间终究就是下一个乌克兰。洪伟，其实就说有关俄乌之间到底那个和平协议到底签不签得下来啊？那之前呢，那28点。这个普丁很高兴，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就是俄罗斯版对俄罗斯版的一个要的这个和平协议。那当然后来欧洲这些国家就进去了，所以现在也做了一些修正。那现在看起来呢，川普讲说，看起来有很好的进展，可是立刻外媒的报道就说其实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普丁并不接受现在的这个版本。可是我觉得倒是有一些事情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你看他这次的特使，除了这个魏科夫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库什纳这是他的女婿。当年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就是库什纳家族因为跟俄罗斯之间有一些投资的关系，有所谓的通俄门那时候其实造成一些丑闻还有质疑。可是你今天看到这样子，牵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和平的deal要谈的时候，竟然呢就说库什纳还是在那个变成是一个特使。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美国川普总统现在不管是他的家族的，不管是说我们的股市汇市，或者跟其他国家包含现在跟俄罗斯，或者之前我们谈那个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一样嘛，这个库什纳家族也是一样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有很大的生意。好，但是回过头来，对于这个泽连斯基对于乌克兰来讲，他的利基是什么？比如刚才讲说，德国已经准备好要怎么样跟俄国开战。老实说了，我不认为德国会有这个意愿或有这个能力去跟俄罗斯开战。整个俄乌战争，西方世界从美国到欧洲，尤其西欧这几个国家大力去支持乌克兰，他
们打的算盘是什么？他们的算盘就是利用这一次的战争去削弱俄罗斯的国力嘛，包含你的经济的实力，好，包含你军事的实力。那但是没想到打下去，到目前为止，现在的整个乌克兰已经残破不堪了。现在看起来又要割地赔款，还要求和。那现在当然欧洲说不行，你们现在之间在谈这个和平协议的时候，我欧洲要坐在这个谈判桌上，不能只有你美国去谈，好，他怕你把那个乌克兰卖掉。可是就算是欧洲坐上谈判桌，那乌克兰就不会被卖掉吗？待会儿就讨论。法国那个马克宏马上就是要去中国访问。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欧洲会有多少坚持？无论如何啦，我觉得现在变成反而是普京高高在上。他现在穿上迷彩服是告诉你什么呢？我现在我的姿势比较高，对不对？你欧洲要跟我开战，好，我就要跟你开战。虽然都是嘴巴上在讲，可是我觉得在整个的气势跟优劣势，事实上已经有所翻转。小牛，这个。前面从和谈的角度开始出发，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俄罗斯当然有意愿嘛，好，但是有意愿的前提也是有所坚持嘛，好，大家可以看最早的所谓是28点的和平协议草案，后来变成了19点，那可不可以谈？可以谈，但是显然这28条变过渡到19条，最大的差异在2个地方，第一个是占领区域的线索嘛，就俄罗斯的版本，它当然要取得它战争的成果，那第二个是有关于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界限跟北约的角色扮演。俄罗斯是明确要求，它必须明确化的，也就是它不能进去的。因为乌俄战争，你如果从更长的战略角度来看，一开始就是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的不安嘛，然后因为后面的一些冲突，然后所以才进行爆发。所以俄罗斯最大的顾虑就是领土跟北约的角色嘛。那当然，你现在19条等于是把这个刚好差异就差这2点。那俄罗斯目前显然不会接受这个19点的版本。换言之，就是虽然讲说好像要结束战争的意愿，但是成果连川普都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想这个谈判的过程还会有所拉锯啊。那普丁亲上前线的讲话，某一些层面，他现在已经相对没有包袱的状态了嘛，因为你都已经爆发过战争，你也体会过全世界对你的制裁，已经是一种极限的测试嘛，所以他当然某一些层面变相的促成他的有恃无恐，他的讲法那就是警告欧洲不准介入嘛。他当然不是意思说要跟欧洲开战，而是乌克兰战争万一没有谈妥，继续发生的时候，欧洲介入的时候，他甚至会用更强势的动作来还击，所以这种单边主义的色彩就越来越浓烈。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可以透过外交的斡旋等等的方式，找到一个赶快让战争结束的方式。因为真正爆发战争得利的当然是军火商嘛，得利的当然是强势而且凶悍的大国嘛，大国政这是很现实的。但受害的是谁呢？受害的是老百姓，受害的是民生，受害的是社会跟经济。我想这样的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就是战场在乌克兰呐，所以战场哪里倒霉了？那乌克兰原来4000多万人啊，那现在大概剩下将1000多万都已经跑了嘛，跑到什么其他的波兰啊，这个欧洲其他国家，也死了不少人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啊，他已经打得不错了，打得快4年，打成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真是一个战斗民族了，但是还打得下去吗？那。对俄罗斯来讲，他其实也损失蛮重的，只是问题就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叫他全部放弃，他也不可能啊。他就是为了你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才打的嘛。那把这个领土占领，说领土要放弃，那他，因为他可能吗？你是普丁，你可能吗？所以到底还要打多久？坚持到最后会怎么样？这大家其实也都在看了。那乌克兰那个泽伦斯基昨天说，他说浪费世界的所有的时间。其实不是只浪费时间了，很多资源啊，很多的机会也都因此而消失掉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中国现在频频外交动作啊，那这个中俄外长会面都很熟，对不对？这个王毅。拉夫罗夫我都会背了啊，因为他从打俄乌战争就是他，打到现在也是他，美国国务卿也换，很多其他外长都换，不动哦，那也没动哦，所以呢，其实都是老江湖了，老外交了啊。那外长会面，王毅说坚决遏制日本企图再军事化，哦，日本哦，你怕他们一直很怕日本的军国主义又起来了，又要武装了。要把自卫改成这个
什么国军啊，或是什么，反正就是改名称，又怕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核的三个条件啊又改变啊，所以他们都很怕啊。就像欧洲怕俄罗斯，觉得俄罗斯有一天会像苏联那样怎么办？同样的，亚洲国家其实也很怕日本啊，日本够强大嘛，如果他又在军事化了，大家怕啊。那所以呢，中国跟俄国有个战略安全磋商，坚决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啊。其实啊，日本跟俄罗斯当时对共产党是帮助很大的。中共国民党把道路丢从东北开始丢，东北为什么丢？日本关东军后来被俄罗斯接收以后，就直接给中共了。所以共产党从那边开始，从东北一路下来的啊。那王毅也跟法国外长会谈，除了跟俄罗斯，又跟法国主动提高市早苗对台湾的讲话，说法国要支持中方的立场。哦，那另外呢，法国外长说呢，坚定奉行一中的政策。其实当他们建交的时候，本来就签订了公报，就是这样讲的嘛。而且最早把台湾这个抛弃的，跟大陆建交的是谁？日本。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那年大概大3、大4，哦，1971、72，尼克森访问大陆，基辛格安排偷偷装肚子痛，然后偷偷跑到大陆。尼克森到了大陆，跟着邓小平、毛泽东见面，日本立刻就宣布跟台湾、跟中华民国断交，跟大陆建交了。日本在外交上其实也看美国脸色，然后非常的投机的哦。所以呢，最先把台湾抛弃的中华民国抛弃就是日本。马克宏已经第4次访问中国，到北京以后发文说要跟大陆讨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哦。那另外呢，大陆外交部又在警告日本说，你敢介入台海事务，我们就会迎头痛击。但是高市昨天在国会第一次在国会呢讲说，他对当时的日中联合声明并没有改变，当时就这样，就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就这样子。他说我没有改变我的立场，从这样看起来，高市已经退，已经退到很后面了。但是中国对他的说，这个旧金山合约台湾这个法律地位未定，大陆很生气哦。那高市说对日中联合声明，我就讲说，当时就1972年，他是最早就发表这个声明的哦。那另外呢，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做生意我们很愿意啊，打架我们就算了哦。所以呢，我们愿意扮演高市跟习近平中间的和事佬，而且我要争取赶快去访问中国啊，他趁机想要这个在中间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看一下。CSIS 兵推研究领衔人认为，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可能将日本拖入全面冲突。日媒还翻出2023年兵推，显示模拟24种情境，只有美国不介入或日本采取中立，共军才有可能胜出。这里指的介入，不是只有实兵的一个介不介入，甚至是连电子讯号或者是后勤补给都不会提供给台湾。共军要取胜，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可是这也会代表，如果美军它有一些适时的介入，就算只是提供电子电讯情报，至少我们会立于不败。台湾面对北京进逼，先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立危机，引发北京报复已经快1个月。高市早苗3号在参议院会议表示，日本政府对台湾立场并未改变，理解并尊重中日联合声明。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倒行逆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为军国主义招魂。北京不断向日本发难，华府智库投书纽时以日本改变了世界，必须如何看待台湾为标题，指出高市早苗挺台言论戳破中国的大国自信表象，情势升高原因不在高市早苗，而是中国的常年胁迫。现在日本克制的外交辞令，就看北京何时愿下台阶。好，南韩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呢，以前我们到南韩现在可以用护照用纸本啊，它现在都改成电子入境。电子入境你就把台湾写成 China 挂号台湾。哦，通常我们到国外去，你填你从哪里来啊，什么都会填一个台湾 ROC 嘛，类似这样，或者写 ROC 嘛。但是现在没有了，就 China 台湾哦。所以呢，陈冠廷委员说，台湾是主权独立啊，那问题你要不要去南韩？台湾又很喜欢去南韩，那你去它就是这个东西。我说以后没有纸本嘛，他说这样都改成电子入境了，那你看要怎样？来，王慧。
我觉得李在明讲就要经济不要打架，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蛮明白摆在前面了哈。我想从各国的在中美的这个竞逐当中，我们常讲就是说，这个川普呢，虽然他变来变去但是呢，他对习近平的态度，在最近不管在南韩或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通话，其实我觉得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嘛他是想要把这个好好的跟习近平来交朋友以免他就是不小心又被掐住脖子，一下要大豆有问题，一下稀土要不到所以呢，我觉得在川普这样子的一个也是以美国的一个利益为一个前提的一个状况之下，你也可以看到各国，不要说大国了，各国呢，在这个跟这个中国的关系里面呢，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的有艺术的在做一些这个处理像这个马克宏呢，其实他态度也是蛮清楚的，他是不承认，就是基本上他是承认一个中国，但是他不希望大家在这个台湾或者是中国有单方面来改变就是说这个现在的现状所以他是不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也希望可以避免台海的一个冲突那最近呢，当然大家在台湾讨论这个日本这个高市首相刚上任之后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从台湾有事开始，在国会的相关的一个对应，从非常的这个强势到这个中间被这个川普关心之后呢，开始有一点转弯回来，到最新的消息看起来是已经转回原来这个国家的一个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中美中间的这些相关的谈判里面，大家都不希望去触及，就是让中国不开心嘛。因为日本其实在前阵子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或是人员的往来上面，确实受到中国很多的一个相关的抵制了哈。我想日本境内的这个声音也是开始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两极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每次讨论这一些不同国家对于中国的一些相处的一个态度上面，我们难免还是会回来继续讲嘛，就是说台湾对于这个美国的一个态度呢，包含这个总统刚刚提出来的这个1.25兆的一个特别预算或者是说我们的台湾模式要去美国投资的一个部分，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跟美国呢尽量就是大家都常讲跪舔嘛，就是说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尽量配合，但是呢，在跟中国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交流上面是大家一直觉得，如果要以和平，大家前一段我们在谈乌克兰，不希望走到乌克兰那样的进步的地步的话，那我们希望是一个两岸可以持续保持一个对话的状况，这个部分是目前完全没发生。我想这个高市首相从一开始的这个在国会里面的发言回应议员的这个部分我想其实呢，一直以来都是高市他站在就是日本国的立场，就是万一台海发生状况的时候，日本国该如何因应所以我认为其实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在立场上面，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改变。日本政府也长期以来没有任何改变他对于台湾跟中国之间的长期政策，我认为是都没有改变的。他只是在陈述说日本面临到危机状况，以及何种状况会被日本列为是所谓的这个存亡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所以当时我认为高市首相在国会里面所讲的这个事情，是他作为一个日本国的领导人所做出来的发言。那为什么后来衍生出这么多的风波我认为这其实是中国政府跟一些亲中人士非常无理的这些行为啦。就是说，你说中国现在外交部不管是谴责也好，对日本做外交制裁也好，甚至是等等威胁也好，他其实呢，实则他真正的想法是要求日本不得介入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甚至进一步的协防台湾。中国在讲的是这个事情，可是问题是，高市首相讲的完全是针对日本国在面临危机之时，何谓危机状况所做出，以他为日本国领导人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一些不管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的谴责也好、制裁也好，其实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依据，而且也是非常无理的。那也针对日本国他们自己作为主权国家，他们要如何去应对整个在印太地区发生危机状况的时候，该国该做出的反应，我认为这是无视日本国的主权那最后就是说，大家在讲说，那高市现在讲说，这个1972年的这个日中声明那是不是感觉这个高市首相有转弯？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说法，就是在这个声明里面，他所提到的讲说，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日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讲的都是理解跟尊重。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要讲说木村拓哉是我老公，那大家也大概就是理解且尊重嘛。那至于这是不是事实，这个看法是不是真的，那他是不是也认同说，那这个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是大家就认同就是木村拓哉真的是我的老公？我觉得这个在现实上是有落差的。按照现在的整个实际的局势跟现况来看，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感觉。我是觉得我们每次都在讨论有关于这个台海的危机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不管是前面在讲俄乌战争，跟现在我们在讲这个中日目前那个最新状况，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的写实的一个参照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事情，你两边去看下来，你会发现这个局势变得非常的严峻，对台湾非常的严峻。我坦白讲，我是蛮悲观的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呢，这个赖清德还在消费这些国际局势的骤变，然后还在打这个亲美抗中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恶的一件事情啊！怎么说？我觉得俄乌很简单讲，俄乌到目前最近的状况就是，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普京会去批评这个欧洲，摆明了就是当美国跟俄罗斯在吃乌克兰大餐的时候，你在搅什么局啊？我们28点协议都谈得好好的，我们差点就要交易成功了，我们就决定把这个乌克兰给卖了。然后呢，美国跟俄罗斯各自去分利益的时候，你欧洲出来说啊，这不行啊，这个对欧洲有危机啊，所以出来力挺乌克兰，才让整个事情从28点协议转到19点协议。在19点协议，现在俄罗斯不吞，所以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不会那么快容易达成这个俄乌的停火了。但反过来说的话呢，俄罗斯就继续的跟你耗，那你能怎么样？所以就这个状况来看，你要第一个看美国的态度，美国态度在这件事情上面，它是会牺牲盟友的。第二个，乌克兰有欧洲，好歹有欧洲。好，那俄罗斯没有中国强，所以呢，好，回过头来我们再讲这次中日。我们目前碰到的状况是，第一个，中国比俄罗斯强。如果所以今天俄乌战争可以打3年多，如果真的是台海发生战争，我们通常在讨论说我们的兵推是推多久，说美国会来救我们14天呢？所以我们今天3年多之后还可以去讨论说呢，这个俄乌战争可以怎么样？我们对于台湾来说的话，14天就已经不需要谈了啊。就是说我们那个状况严峻到什么程度是这样子。第一个，就俄罗斯跟中国不一样，很多人说，哎呀，乌克兰不能够类比台湾，当然不能够类比啊。第一个，我相信美国看台湾会比美国看乌克兰来的重要，这是第一个。但问题是在于说，它不见得协防。但再来一个，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不一样，中国比俄罗斯强，而且中国视台湾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来的更加的坚定而更加的强大。第二个，那我们讲到乌克兰有欧洲，那台湾有谁？台湾有日本。好，我们就要讲今天最新的消息了。台湾有日本，那请问日本怎么样？赖清德前几天还没吃什么生鱼片啊，还吃什么北极贝啊，然后说要我们这个消费观光挺日本。问题是高市退了呀。你现在网络上面今天在讨论什么吗？苗头不对了，因为我们跟着找苗，就苗头不对，苗头转了。你说他还没有完完全全吞回去，是因为对他还好歹是个日本的首相，而且目前他的声势还蛮高的，而且我相信了啊，但是他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但就为一个国家的首相来说，他必须面对中国的施压，他必须面对全面性的中国跟这个日本，如果全面翻脸的话，他到底承不承担得起？所以他退了嘛，他用一个比较和缓的方式，还是退了。好，所以当日本退的时候，那请问对台湾来说，你面对一个比俄罗斯更强大的中国大陆，你面对一个没有欧洲那样的一个力挺的一个日本在旁边。那然后台湾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本呢？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的时候，你还在讲到说，那台湾哇，我们这个怎么样子？这个可以怎么样去讨论？这个赖清德在大罢免大失败之后，你本来以为他可能偃兵息鼓，就没想到这2天还跳出来站到第一线去，然后还在批评这个在野党，然后针对军售的部分1.25亿照给不误，你都不晓得再加上这个投资半导体分家还到底花了多少钱，10几兆的钱。然后呢，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还在讲说，哎呀，我觉得他对《纽约时报》的时候已经讲了大白话了。第一个，他们那个记者问他说，你觉得这我们等等谈，会不会喜欢台湾？